美国的大战略是为了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正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的大战略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甚至不符合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才遭到了如此无法否认的失败。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的大战略失灵了吗？我觉得恐怕是美国精英的三观出问题了。最近几年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表现出了明显的颓势。这种颓势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美国一方面想要打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显得力不从心，非常的尴尬。因此美国不少人开始深刻的反思自己的国家到底做错了什么。在过去的10年里面呢，美国在全球推行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在这个好听的名义之下，美国军队和特务机构肆无忌惮地干预和颠覆他国政权，允许美国资本集团疯狂地收割其他国家的资产和财富。现在呢，很多美国精英就感觉到这个战略错了，他们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无极化的世界，国际关系将不再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大国主宰，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无法随意摆布其他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大战略已经死了这么个说法。从大战略幻灭这种说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精英阶层呢，并不是智商有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大国以及那些精英们的棋盘呢，各国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也不是他们可以拨来拨去的棋子。各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是有思考、有认识、有选择权的。美国的精英们抱着这种傲慢的种族主义或美国优先的立场去看待事件和制定政策，肯定是要碰一鼻子灰的。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这是一柄双刃剑。美国资本集团可以用它们来操纵舆论、搬弄是非，但是网民们也可以用它来传播真相、交流思想。在社交媒体问题上最让人无法解释的就是特朗普。按照美国精英们的大战略思维，无论谁当了美国的总统，都要按照精英们既定的大战略来干活。结果呢，特朗普绕开精英阶层，也就是他所说的影子政府，利用社交媒体抨击自由主义，质疑北约的价值，破坏贸易协定，侮辱盟友，结果引发了美国内部各个族群的分裂，各路人马是纷纷加入了争论。各方围绕气候变化、反恐、移民、中东武力使用这些问题争吵不休。结果美国人悲哀地发现，原来自己甚至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认知。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些拥护者眼里面的美国和反对者眼里的美国完全不是同一件事，这就造成了美国精英们极为痛苦那自己说啥都不灵至于他们心心念念的大战略，不要说外国人，就算是在美国，也几乎一半的人压根儿就不同意。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大战略可言呢？当然是有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一场宏大的战略，这场战略是完全公开的，从中国执政党到政府、各级组织和人民都从来不隐瞒自己对于谋发展、谋复兴、谋崛起的期望。中国执政党也非常清晰地给出了追求复兴的时间表，并且在稳步地向前推进。所以说是美国自己的大战略出了问题，而不是大战略这个词汇出了问题。美国的大战略是为了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正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的大战略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甚至不符合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才遭到了如此无法否认的失败。